自己观察，为什么其实不管任何的政权上台，他们都没有意愿改革？是因为没有那个政治意愿呢，还是说他们真是能力不足呢？还是说其实它里面已经涉及到了太多人的利益，所以其实真的是动不到？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所有都可能是互相牵扯的一些东西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那个政治决心去做这样子的改革。错综复杂不代表说我们不要去改革它，就是因为它错综复杂，就是因为它已经腐败到这个地步了，那你不再改它，它就只是继续害到平民老百姓而已。很多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制度，一个更好的法治的时候呢，其实你也可以建立说民众对警察的信心。你去问街上100个人，我可以肯定99%的人对警察是没有信心的。那其实当社会大众对警察没有产生信心的时候，你在调查真正的犯罪的时候，他其实就会面对阻碍，他就会面对问题。你好，欢迎收看BFM 财经所制作的，由BFM 财经所制作的。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那在今天我们的话题开始之前呢，记得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在2025年11月28号的时候呢，发生在吉隆坡邱杰路的一家健身中心的一个警方突袭行动之后呢，有202名的男子呢被警方逮捕，然后还带回警局。那么这场由警方 DBKL 跟 Jawi 的联手的突袭行动呢，不仅是逮捕的规模非常的惊人啊，而且根据姐妹正义联盟 Justice of Sister 的这个报告呢，这一场逮捕呢爆发了严重的人权争议，从剥夺基本的法律权利，一直到带有恐同色彩的羞辱，再到无视法庭的命令的滥权拘捕啊，都让人家想要来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执法单位的权利，它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啊？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 PSM 的中委张玉山，他在案发的第一时间呢，就赶到了警察局的前线支援哦，他亲眼见证了当时的这个混乱以及体制的傲慢哦。今天我们请他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还原当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玉山，欢迎你。谢谢，也谢谢 BFM 的邀请。我想，其实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实警方在当天晚上，他们逮捕了202人，这个规模是非常的巨大了。我在我印象当中，很像在马来西亚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去逮捕这么多人啊。根据了解，警方是以什么样子的法令进行逮捕？那么仅仅是因为身处那个场所就要被捕吗？在法律上面究竟是不是真的能够站得住脚呢？我觉得因为很多人会把那个场所定义为什么场所啦，那我相信在整个逮捕的过程里头啊，警方是有用一个合理的一个我们所谓的法律去进行我们所谓的扫荡行动嘛。在扫荡行动中，倘若他发现什么事情，警方是可以进行逮捕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整个事情的发生的时候呢，警方是使用这个刑事法典377B 来逮捕他们了。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告知到底是使用什么法律，那后来我们才知道是使用刑事法典377B 咯。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刑事法典377B 讲的是什么，就是自愿进行非自然性行为。那很多人会想到非自然性行为，那是不是就是只有同志在做的非自然性行为啊？那如果我们深入的去看这个法条的话，它其实就是任何非阴道阳具的性交都可以被归类为非自然性行为。所以简单来说，不是只有同志，包括手淫啦、口交啊，其实都是被定义为非自然性行为。没错，所以它并不是只是单属于某一个群体进行的性行为，其实是任何人都可能进行的性行为。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在这条法律底下，假设你进行了这些性行为，任何人无论你的性倾向、你的性别、你是谁，他都有可能在这个刑事法典377B 底下被逮捕哦。所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是警方很奇怪，他为什么需要用这个刑事法典377B 来去逮捕一群人在这个中心？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当中，当然警方不会讲为什么，可是我们可以理解到他当中所试图带出的意图，就是他想要试图用一种非自然性行为的一种污名化的一个法律，试图营造出这个群体的
他们就是在进行一些很不好的行为，我可以用刑事法典来去逮捕他们，去提供他们，所以他的企图是有这样子的，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有报道说，警方他们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然后去观察这个地方，然后他们收集证据然后他们认为说有嫌疑，所以他们就去逮捕这些人，就进行了这个逮捕的行动但是后来我觉得非常吊诡的地方是说，将这202人，他们在到推事庭的时候，居然被推事庭驳回了这个 remand。所以究竟为什么推事庭会驳回 remand 呢？如果警方他们拥有足够的证据，像他们讲的，他们已经有长时间去观察的话，简单讲，如果有所本的话，为什么会被推事庭给推翻 remand 呢？对啊，就是你讲的很对，就是如果有所本的话，那自然这个 remand 是可以成功被延长扣留其实警方去推事庭拿 remand 就是要延长扣留，因为根据法律，如果在你没有 remand 的情况底下，你只能扣留一个嫌疑犯24小时。你要去推事，你就是为了要延长扣留他们，那警方就是拿不到延长扣留了，所以他只能扣留24小时。那时候推事给的理由就是说，你在整个逮捕的行动，你所援引的这个刑事法典 377B 是没有关系的 irrelevant， 在整个案件里头，所以很显然就是推事也很明白，就是没有本嘛，没有所本，所以警方其实这个逮捕我们会看到他也是很多问题，为什么故意要用这个377，还是他想不到什么要用了，所以他只好用377。而且用了377之后，然后已经被推事庭驳回延扣之后，但是警方并没有马上放人其实你是在非常前线，真的就是突然拔档，然后你是真的是在第一时间，然后去协助这些被逮捕的人，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还要这么多？我看到其实不止你，还有一些我的身边的朋友，他们也到现场他们要去当这个保释人。既然已经推事庭已经不允许你延扣了，为什么还需要有保释人去保释这些人出来呢？我看这里其实有涉及到几个问题了。第一就是OK， 我先稍微讲那个保释人的事情。那其实算是标准程序来的。OK， 就是如果所以是真的需要。对他这个过程来讲呢，我不觉得他是有任何的问题啦。就是一般上我释放一个我们所谓的 Orang yang disyaki，如果用中文来讲就是嫌疑犯嘛。嫌疑犯不代表你就是犯罪因为我们通过无罪推定来讲，我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我才可以确认你是有罪。在你还没有被定为有罪之前，你都只是个嫌疑犯。但嫌疑犯不代表你是有罪，我需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很多人已经把这群被逮捕的人定为有罪的人了。那在整个过程呢，如果你是 Orang yang disyaki， 我们所谓的嫌疑犯呢，正常程序来讲，的确是警方是可以需要一个担保人去担保你的啦。但也有一些不同的情况，就是警方可以让你就是所谓的 police bail 或者 bail sendiri， 就是你可以自己担保自己出去。假如情节不严重的话，像我本身作为一个社会分子，我自己就被逮捕非常多次那我们也有经过就是我自己经历过，可能他就是不需要担保人，他也可以我自己担保我自己，或者是 on police bail， 所以都有不同的情况。但是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担保人警方这部分没有做错了。但警方最错的地方就是所有被逮捕的人被扣留超过24小时。那这个被扣留超过24小时呢，绝对是已经违反了现有的这个法律了是。那其实我们看回那个稍微一点看回那个时间线他们被带去推事的时候到推事给那个判决说你们拿不到 remand 的时候，其实已经快要接近24小时了。那照理来说，在过后你就必须要立即释放，但没有释放。OK， 然后他还需要我们。你200多个人，你200多个人都要找担保人过来，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警方有滥权的嫌疑啦。说到警方滥权的部分呢，你自己过去的经验有没有也遇到过有观察到警方在可能执法的过程当中有滥权的状况？我相信警方滥权的这个状况过去很多到现在了，过去到现在已经有非常多不同的非政府组织。他也提出了警方有非常多的滥权的不同程度的，包括苏哈坎
都有提出。对对，所以有很多不同程度的警方的滥权的这个状况都出现了，所以这不是我们观察到它是一个算是既定事实在那边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过去即使这个东西已经被讲了这么多年，有这么多的人权报告，不同的政府组织给的人权报告，但是我们回到现在了，2025年要进入2026年哦，我们还是没有看到有任何的改革或改善。其实，在这一次的我们看到的报告里面呢，也是有提出说，这些被扣留者他们在被逮捕的时候没有被告知他们被指控的内容，甚至被胁迫要签署空白的文件哦。这个其实已经违反了标准作业程序吧？肯定啊。对，然后其实我看到这个报告里面有非常多让我觉得非常触目惊心的部分啊，包括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啊，就是其实延长扣留或者是扣留超时超过24小时，这个其实已经是否已经构成了非法拘禁。这个我觉得是值得深究的，然后也罗列出，比如说环境极度恶劣，包括了像是剥夺睡眠、限制饮水，甚至是被迫喝厕所水啊，还有没收药物。其实我觉得一般社会大众应该都很难接受这种状况，但是这是不是已经是我们的拘留所里面的一个常态了呢？对，有很多，但我们当然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有记录到嘛，就是有被逮捕者跟我们跟我们讲到底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是，那实际上在扣留所里头的状况是更为恶劣。想想看，我们现在只是这一群就是200多位被逮捕，其实还有更多更弱势的，例如像是外劳，或者是难民等等之类的，他们所面对的是更为恶劣的一个拘留所状况。所以拘留所里头有或者被扣留期间被警方恶劣对待的状况呢，如果我们讲它已经是norm 一个常态，它不应该是一个常态。对，但是很可悲的是，在马来西亚它是一个常态。在很多的我刚刚一直提到很多的人权报告里面都有提到所有不同程度的这个东西。所以在这个 Justice for Sister 的这个报告里头啊，它这个不应该是常态，但是它的的确确就是一个常态。而且我觉得更糟糕的是，因为他们就是警方就是要把这一群被逮捕的人，就是要一同归类为同志嘛 LGBT 群体，那他们就会有很多针对 LGBT 群体的歧视的字眼啊、恐吓啊，因为很多LGBT 群体就是可能还没有出柜啊等等之类，所以会有各种各样的恐吓的状况的出现，这也让他们本来已经是弱势，在整个扣留的情况下变得更为弱势，因为他害怕，他可能也没有那个经验如何去应对警方等等之类，所以在这种恐吓底下，他可能就被逼去讲出一些他其实根本不想要讲，而且警方也不应该问的东西。因为我们看到说这个报告里面还指出说，用手电筒来照下体，或者是对对方的这个生殖器发表评论啊，其实这些都已经是非常明显有偏见或者是恶意羞辱的行为。其实为什么在我们的警队里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啊。那其实因为我自己有家人跟朋友曾经进入到这个 lockup 里面，然后他们跟我形容的状况是差不多的，即便他们不是同志，但是包括了在里面不让你睡觉、不让你休息，然后没有饮用水，然后里面的环境非常的差等等，包括了还有就是贪污的问题也是发生在 lockup 里面。其实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这些都是嫌疑人，他们如果我们是以无罪推定的法律精神来看的话，这些人他不应该是在里面接受这样子的对待，就算是已经是犯罪的人也不应该被这样子对待，更何况是这些人是还没有被确定犯罪的人。对对对，所以究竟我们的拘留所、我们的警察的里面的这个文化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对，他其实已经，我觉得那个烂是已经烂到深入骨髓了啦。包括我们社会主义党在内，包括很多人权组织，他其实都一直提出我们必须要改革这个警队，不只是警队，就是整个警察的制度，我们需要有一个大的改革。可是我们看过去，无论哪一个政权上台过后，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有那个政治意愿或者政治决心去对警队进行一个改革。像我们过去一直提到，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IPCMC，这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法治的一个规定，可以去规范警察上的一些事情哦。可是还是必须妥协，变成 IPCC 一个
残缺的一个法治在那边，其实还没有真正达到就是能够好好的规范警队或警察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哦，它只是一个比没有牙的老虎更没有牙，不懂是没有牙的什么，它就没有东西，它就是一个摆在那边而已。那为什么我们不要去落实 IPCMC？就是任何一个政权上台都没有这个意愿去做这个改革，那当然这个它的腐败就继续再腐败烂下去，因为都没有人要去改革它。你自己观察，为什么其实不管任何的政权上台，他们都没有意愿改革？是因为没有那个政治意愿呢，还是说他们真是能力不足呢？还是说其实它里面已经涉及到了太多人的利益，所以其实真的是动不到？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所有都可能是互相牵扯的一些东西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那个政治决心去做这样子的改革。我相信是很错综复杂，我没有否认这一点，但是错综复杂不代表说我们不要去改革它，就是因为它错综复杂，就是因为它已经腐败到这个地步了，那你不再改它，它就只是继续害到平民老百姓而已。不只是害到平民老百姓，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多人会觉得说，你要可能很多包括警察自己本身，他们也会觉得为什么你要动我们？为什么你要来搞我们呢？其实很多我们并没有想到说，其实我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制度，一个更好的法治的制度的时候呢，其实你也可以建立说民众对警察的信心。其实现在你去问街上100个人，我可以肯定99%的人对警察是没有信心的，他没有办法产生那个信心。那其实当社会大众对警察没有产生信心的时候，你在调查真正的犯罪的时候，他其实就会面对阻碍，他就会面对问题。你在打击真正的罪案的时候，他也会面对问题，因为民众不相信你，民众不愿意前来跟你讲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不知道你会对我做些什么。当那个不信任感产生的时候呢，其实警方是更难做东西。那如果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制度跟法规，例如我刚刚讲的 IPCMC，或者是终于开始推动的，我们要放那个 cam 在那个警察的身上的时候，它都是一个好的开始，但还是非常的少。那如果你慢慢的去做，民众对你有信心的话，其实是对警方是好的。当然警方不觉得那是对他们好的啦。其实就算是有录影的设备的话，我们也知道说马来西亚在我们这个能的国度里面，常常在关键的时候录像可能就会不见，或者是录影设备就会坏掉等等之类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对于警方对于执法人员的这种不信任感，其实早在赵明福的事件发生之后一直到现在没有真相，其实大家都一直在问说究竟有没有办法能够对付滥权的人。那其实这一次玉山这202名的男士他们被错待了如果是按照我们所看到的报告里面真实的发生的话，难道我们真的是拿那些滥权的人一点办法都没有吗？没有任何的法律行动是可以去执行的吗？当然有啊。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些法律途径可以做的，例如像是假设在整个逮捕的过程或者扣留的过程有违法的行为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向警方单位提出控告了。OK，这也是有做过好几次，包括我们社会主义党也做过，包括我自己本身也做过。那真的有警员因为这样子而被罚吗？还是说他们只是被调职，就是重重拿起，轻轻放下呢？因为我们是针对不是单一警员，是整个 PDRM。OK， right。所以他就是针对整个 PDRM， 然后到最后就是像我们有一些案件是我还在进行中，所以我们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结果，可是我们是会把他带去法庭去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违法了，违反法律了。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些法律途径是可以去走的。OK， 但是我也想要点出这一点的是在这个案件里头呢他固然是可以走这个法律途径，例如像是告这个警方，但同样的在你做出这个行为的时候呢，会不会又产生另一种状况，就是你的个资被恶意曝光？因为我们在逮捕的过程，我们一直看到很多人的个资被恶意曝光了。是这个其实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玉山，就是我们就是看到说包括像媒体都配合警方，而且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常态，就是在警方进行
各种各样的这种逮捕行动的时候呢，媒体都会有意无意的跟警方来合作。那而且这次泄露的个资的状况是非常的严重的。当然，我们要问我们的媒体评议会究竟在哪里，对这件事情究竟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这些人的个资被曝光之后，其实对他们的影响是什么？我们目前有收到的回报啦，就是说的确是有人在职场上面对各种的困扰，例如会被同事问说，诶，你是不是在那边？诶，我看到好像你哦，我看到那影片，因为影片全部已经很 viral 了嘛，我看到你哦，你是不是 gay 啊？就是要试图去试探他是不是。然后我们也有回报，就是他就是有人他因为没有办法承受这样子职场上的这种压力，所以他就被逼，他就自己辞职。其实说到公务员的部分的话，我们有看到像教育部啊，还有一些不同的部门，他们也都发出声明说，如果是里面有涉及的人的话，就肯定会被革职。但是其实我们也要回头问这些政府部门，其实法院都还没有判有罪，是不是已经你们自己先判有罪了呢？对对，这能见你讲的很对哦，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判他们有罪，可是你却先判他们有罪，所以我就想，那我们的法治精神到底在哪里？因为当这个新闻一爆出来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警方一直在强调有多少个公务员也在这个逮捕行动里面被逮捕。我不明白为什么警方必须要一直强调这个公务员哦，他的居心何在？然后当然整个事情曝光了过后，包括公务员的工作的单位也被恶意曝光。过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的会被革职啊，会被调职啊，会被怎么样。可是我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无论在任何一种情况，假设这个人的工作他其实并没有影响到他专业的工作的时候呢，他不应该是任何一个问题，因为我在我非工作时间要做什么事情是我的自由。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东西，可是可能我作为一个医生，我是一个提倡健康饮食的，可是我其实在我非工作时间，我是很喜欢吃快餐的人，那可以吗？可以啊，那就是你自由的时间你可以做的事情。还有一个我觉得想要提出的是，其实在我们的宪法里头有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规哦，就是宪法第135条第2条文里头，它清楚的讲到，如果你需要就是炒掉一个公务员，或者是你要把他调职的时候，你必须要给他们一个合理解释的机会。那这些公务员有没有被给予合理解释的机会呢？看起来是没有，看起来我们不知道，因为他很快就未审先判了，我就判你了，只要你在那边你就会被革职。很显然的，他们有没有被给予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可能要问回他们啦。但从我们眼中看来，好像没有给咯，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可以直接讲我就要革你职？其实今天我觉得请玉山来这边，我们的这个讨论呢，其实并不是要去聚焦在是不是性别的问题，是不是同性恋的问题。其实我们今天想要谈的就是关于警方滥权。在警方滥权的这个部分的话，包括了像是马六甲警方公路上面击毙3名的印度同胞的事情，还有最近也是马六甲的警察局不让一位华人妇女进去报警，就因为她的裙子没有过膝等等等等啊。我觉得其实滥权它不会对特定的族群特别是我们都知道性少数族群在马来西亚是被歧视的，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认为说这些被歧视的族群就可以这样子被对待的话，会不会有一天其实这一种的滥权也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呢？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它确实已经是发生在非性少数族群身上，在印度裔的同胞，在华裔的同胞都看到了这样子的状况。我觉得滥权在这个不合理的对待或者滥权对待，它几乎是不看种族、不看性别，甚至乎不看你的财富阶级的哦。所以就是我刚才一直强调，它已经是烂到骨子底了的一个文化，很不健康的一个文化。而且我甚至乎觉得它有一种产生了一种更糟糕的情况，就是像你刚刚讲的，针对可能印裔族群嘛，它就是一个 racial profiling 的一个东西的出现。然后当然现在就更糟糕咯。我们也通过过去的我们的调查研究里头，我们也发现到也有针对性少数群体的
一些我们所谓的 profiling， 就是他看你好像看起来你好像 gay 底这样子，他就会要去检查你的手机。可是其实警方不能随便检查人的手机的，他可能检查到你的手机，然后发现你有一些交友软体，他就想要趁机可能勒索你还是什么，就是有一些不好的一些行为。那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也是会针对可能他看到华人阿伯这个可能有买非法丸子，他就先去拦截他，然后就要检查他的手机。我没有要讲说你非法马票是合法的，我没有讲这个东西，可是你在整个过程去检查他手机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已经是构成了不法。你警方自己先去用不合法的行为去逮捕一个不合法的东西，我觉得这当中是很危险的。因为你警察作为一个执法者，我们马来文讲本瓦寡色，你应该是一个懂得法律的一个执法单位，而不是去滥用这个法律，滥用这个法律所赋予你的权利，去对于一些不懂法律不懂权利的群体，无论任何人其实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而必须立即改革的东西来的。这个是不是已经会造成了某个程度上面的社会恐慌呢？已经是恐慌了，不信任感已经有了。然后你现在看到警察来，你不怕吗？怕，每个人都怕。就算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心里没有鬼，可是警察一来，我还是会怕。可能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交媒体呢，它的演算法是我们没有办法预估的。那如果警察他拦截，比如说拦截我，然后他检查我的手机，那刚好我的社交媒体呢，他就刚好推送了一个影片是在他们认为这个是淫秽的内容的时候，那怎么办？那要如何去界定是我的手机里面有这个淫秽内容，但明明是社交媒体传给我？所以我想要点出的就是这个是非常荒谬的一个事情，而且它所造成的恐慌是我听到我身边的性少数族群，甚至有一些女性朋友没事都不想要出门。对，这个是对于社会造成的恐慌，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严重。那这个是要被解决的问题。所以我想请问PSM 一贯的立场对于警察滥权你们一贯的立场以及你们的主张是什么？当然我们一直强调的是我们必须要IPCMC， 然后也必须要有政治的决心去做这个大改革。我们没有要否认这个改革是庞大的、巨大的、耗时的，我们没有要否定这一点，我们理解，但是总得要开个头。你不开头，改革就永远不会开始。那我相信开始有一点点的开头，就是我们开始有一些警员配备这个相机了，是一点点好的开始。可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是一些更大刀阔斧的，但是它并没有。但这个东西能不能确保永久下去？我们刚才讲的像相机，我也是很存疑。你看很多人也是很质疑嘛，这个东西带了有鬼用咩？等下那个录影也不见掉了，等下讲它坏掉了，所以那个不信任感在那边嘛。所以对我们来讲说 IPCMC 是必须的，然后改革是必须立即进行，而且不能是从小的，因为它已经烂到这样子的时候，你不给它大刀一切，你慢慢割它的烂也是没有办法彻底的解决。所以我们觉得从头到尾 IPCMC 立即进行改革。你觉得如果这些问题再没有改革，再没有获得解决，民众还是如此的不信任执法单位，以及生活在恐慌里面的话，你认为对于明年的大选会造成一个怎么样的影响？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在沙巴的州选一直提倡改革的政党民主行动党，他们爆了8粒的鸡蛋，所以是不是其实大家对于改革的这种迫切感，还有对于不改革的这种的厌恶以及谴责，已经是来到一个临界点了呢？你自己观察。我觉得是的。因为你看在这个事情爆发了过后我们陆陆续续还有过去还有你刚刚讲的在马六甲的，就是有3名那个印裔嫌疑犯被枪毙的那个东西，我觉得这件事情爆发过后，陆陆续续一些行动党的议员对就有提出批评啦，跟抨击警方的行动啦，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像 Ram Kappa，他就有针对像是我们的内政部长塞夫丁，他就有想说，我们可能要修改警方的 SOP， 或者我们需要有更严厉的法律去对付这些所谓的性少数群体嘛。那我们是可以看到有类似的东西，慢慢在这个尤其是在沙巴选举败选过后，我们才可以看到它慢慢的浮现出来那我相信我不确定民主行动党会不会在这个
巴厘岛里头吸取，我相信他们有吸取教训了。但是这个他们会不会继续坚守类似这样的改革？他们讲6个月嘛，那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但我个人会觉得还是蛮困难的，我不觉得他们能够做得到。因为其实玉山，我想请教你的就是说6个月这个时间，然后他们现在我看出来他们端出来的东西，或者是他们提倡要改革的，首先是比如说是读中统考文凭被 UEC 被承认，你觉得从这样子的观察的话，他们有意识到说哪一件事情才是改革的优先顺序前面的事情吗？我觉得是没有啦，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华社并没有真的非常在意统考是否承认这件事情。华社现在更想要迫切看到的是经济的改革啦。还有像我们刚刚讲很多 e-invoice 啊，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SST 的问题嘛，我们更想要看到说我现在是生活很辛苦，经济上生活很辛苦，我想要有些什么来改善这个东西，而且主要是中小型企业，在马来西亚非常多华社是在中小型企业哦，那他们其实是在 SST 跟 e-invoice 这个事情上是很痛苦的，很挣扎的，可是我们没有看到更直接的改革。当然有啦，就想说我要给回退税回，这样久了才终于要退税，而且他还要再找钱。对，所以那你当初推这个制度的时候，难道你没有想清楚你是要怎么样退税等等之类的东西吗？所以我会觉得可能需要更着重于在于经济改革的这个部分，如何改善现在的主要是中小型企业他们的生存啊，还有中产阶级，还有 B40， 中产阶级也活得很辛苦。现在中产阶级跟我们说的 B40 的群体的如何继续可以更好的在马来西亚生活下去，我觉得这是目前最需要改革的地方。但是其实你说经济改革，它跟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它是息息相关的。当你这个社会没有公平正义，然后执法人员滥权的时候，你其实这个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会好的，因为它就是会在一个死循环里面。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也很在意公平正义以及制度改革以及执法人员的改革。我相信我跟你对于快速的改革都没有这么样子的乐观，但是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比如说公民团体，因为我们看到这种的循环已经发生很多事情，比如说发生滥权，然后他们发文告，就是公民团体发文告抗议，然后警方内部调查，然后不了了之，这种循环已经很多年了，所以我们还能做什么？我看你很无奈的笑了一下。对，很多人会觉得做了没有用，你这么要做。可是我觉得就是正因为我们继续的做，持续的做，其实在一些事情上，像其实警方里头有一个单位叫 JIPS 哦，它其实就是针对警察内部，如果你对任何一个警察的行为或者是调查有不满的话，你可以对这个单位进行投诉。但它其实就是警察调查警察。所以很多人会想说，有鬼用咩？没有用，警察调查警察，官官相护。对，可是我们后来就是说，他有那个机制，你就要去用。你不要，我们先不要假定他这样子，他有那个机制，我们去善用，然后我们持续的去做。然后我们的确有好几个成功的例子，就是警员是被调离的。我觉得在这种可能很多人会感觉到，好像没有用。但是我们会觉得说，你就是一直去做，一直去发声，一直去讲，然后他才会被打喊受不了，或者是有更多的人一起去施压的时候，他其实就会有带来一定的结果。因为现在我们还是看到人数还很少嘛，像可能之前在西蒙还没有执政中央的时候，我们有很庞大的这个公民社会的力量，很多事情我们都去施压，像赵明富的事件啊，或者纳吉的这个贪污案啊等等之类的东西。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是，西蒙执政了过后，然后整个公民的社会的力量好像泄了气的皮球这样子哦，突然间不没有掉了。那现在慢慢的我又看到说，大家因为也对政府越来越不满嘛，在很多事情上，所以我看到这公民社会的力量又慢慢的聚集起来。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能效在那边去带出这个东西，但是我们要更多的人持续的对这些事情发生，不要放弃，那我们就会走到这个结果了。我们自己个人不可以放弃啦，每一个人都不可以放弃，而且
我觉得像刚刚玉山讲的，我理解就是说我们的观念自己要改变，不能说我认为国家的体制就已经是烂到骨髓里面了，没用的啦，我就算去投报的话也没用的啦，等等。当我们自己都放弃的话，那这个社会更不能够改变。但是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当我们遇到警察的刁难的时候，或者是我们遇到这种滥权的问题的时候，有什么办法能够立即的为我们自己来搜证，保留证据，来作为日后我来投报的之用呢？我觉得有几个方法啦。最好的其实因为每个人都有手机嘛，当然最好就是录下咯，录下所有的，你可能你自己不能录，你身边的朋友啊或者你家人可以帮忙录，但当然录的时候也很可能警察会叫你不可以录。那我们还有一个，这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去，因为很多人其实在面对警察的时候并不是非常有经验的人，不是每个人都时常有这样子的经验，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啊。不敢当。但我们想说任何不管如何都好，都是以自己的人身安全为第一考量。OK， 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现在暂时委屈一下自己，我们事后才来做的。那可以怎么样呢？如果录影他讲不可以，拍照他也不可以，他甚至乎强迫你删掉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记下来，就是例如他的车牌号码，或者是他摩托的号码，或者是他警员的名字，或者是他的编号，有时候他的制服他们都会需要佩戴的或者是他隶属于哪个警局，然后你事发当下是在什么地点什么时候，把这些东西记录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报警的。当然我们去另一个警察局啦，假设他说我是这个 A 警局，我们就去 B 警局报警，这也是一个可以保护我们自己，把那些资料收集起来，然后如果未来的日子有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些警方提告上法庭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哇，高警察这样大胆咩？对，我们就是这样大胆，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做，这是为了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好，那最后玉山，对于那一些对国家感到失望，对于体制感到失望，觉得没有希望的朋友，你一直不断的在前线在为很多的事情在发生，在争取，你有什么想要对大家说的？投 PSM， 拉票了。可是其实过去好几年，我都一直听到我身边很多不同年龄层的朋友都对这个国家表达出他们失望，甚至乎绝望。听到绝望，我心情真的很糟糕。然后还有一些就觉得，我现在做的就是我要想办法移民努力工作，想办法移民。好，我尊重大家的选择，可是同时我也觉得，其实马来西亚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国家，我们有真正意义上的多元文化，然后真的有各种各样很好吃的食物，我很爱吃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这真的是马来西亚是一个很好的国家。但同时我们也对很多的事情感到很绝望的地方，我也非常的理解，因为我也一直在前线，我也见证很多很不公不义的事情嘛。可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能力所及以内可以做的事情也有很多的。例如我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我是不是可以帮忙分享出去？如果我身边出现了不公不义的事情，我是不是可以协助他？例如我知道可能社会主义党是有帮忙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我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也带去给社会主义党，或者是我知道有一些非政府组织也是处理这些事情，我可以帮他带出去。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在我们能力所及里头是可以做的，它并不是那么绝望的事情。因为马来西亚还有非常多的非政府组织、人权组织都还在努力的在做这些事情，可能改革的路上稍微有一点点的漫长，但是只要我们继续的努力的做下去，终究我们会到达我们想要的那个结果。今天非常谢谢玉山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把你的想法以及对于这件事情的观察来跟我们做一个非常详尽的分享那最后其实我也想跟大家说当我们在羡慕沙巴的选民有不一样的选择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西马半岛不是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有像包括 PSM 有像 MUDA 这样子的选择，所以不要再说我们没有除了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两大阵营之外的这样子的一个政党之外，其实我们要思考说，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推动政府的改革的话，下一届选举我相信各位朋友你们应该要去非常珍惜自己手中的这张选票。对于我们今天的讨论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数据
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